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只是受囚期所控，你别杀他们。帝君，小仙先行告退。帝尊，你既已自罚，诸罪皆轻，回自己宫中便是，为何还要来此处啊？帝尊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怎会伤了仙灵？并无大碍。为了一个仙子，违逆天规，还伤重如此，值吗？帝尊，我之所以受伤，是在叶忘川遭遇了伏击。以你的仙力，不至于伤成这样。是谁动的手？我从冥王口中得知仙魔大战的线索，与天史记载不同。当时我正欲调查此事的时候，突然遭到了神秘人的袭击。冥王也被灭了口。如今我想下凡彻查此事，还望帝尊准许。仙魔大战，乃是3界的重事，死伤众多呀。若有内情，必须彻查。你想怎么做？大战之后，部分魔族残余混入了凡间，我想下界去查探一番。不过，此事时过境迁。若是公然翻查，
会引起流言蜚语，有损三界的太平。这一层，你想到过没有？帝尊，请放心，我会以下界罹难为由，暗中查探。也好，我便昭告天界，东极清离应渊帝君违反天规，在进仙大典之后被贬下界罹难。我会保留你的记忆，还有仙力，以便你在凡间行事。谢帝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即便是在凡界，也要遵守天规。我会差人给你安排一个断情绝爱、便于修行的命格，以便你心无旁骛，事半功倍。应渊明白。这是何物啊？为何能化腐重生啊？此宝物为一眼。一眼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2次大恩无以回报。你我既然如此有缘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一结金兰，如何？方才你也救了我一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，我有要事缠身，先行一步。啊！拜见山主。百灵带羽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花精族众妖，恭拜山主。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。此为何意？野兰山向来以妖力的高低来推举山主。之前，裘西仗着这片疗愈万伤、滋补妖力的温泉宝地，横霸山境，自立为王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今日你杀了他，那自然证明你的妖力远在他之上，所以，你就是我们的山主。我非山境之人，无力做山境之主。那有何关系？自从裘西当了山主，众多妖族游离在外，无家可归，英雄不问出处。是你替我们铲除了山境的大害。这些人都是自愿跟随你的，请你不要推脱了。方才看见你有仇家。野兰山地势隐蔽，万妖聚集，你若躲避在此，那些人定不敢追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此次下凡是来寻一个人的，此事非常重要，一刻不能耽搁。那便更要留下了啊！野兰山的妖族手眼通天，你要做了山主啊，万千妖族听你号令，别说是找一个人了，就算是找一根草，找一粒沙，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。如果想让我留下来也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答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子林。诸位，我能在此地，皆因子林冒死相救。大家能够安然活着，也是因为子林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。诸位，大家都说，诛裘西者，便可成为山境之王。我认为这王位，应该我二人同坐。
往后，山境之事，你主外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？甚好，甚好。只是还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。那人？哦，于墨。都听到了吗？还不参拜于墨山主？拜见二位山主。恭拜二位山主。诸位快快请起。从今日起，你我皆是家人，在山境之中，无需行此重礼。海灵，从今日起，你作为山境之中的内务总管，若有伤者，皆可到此温泉疗伤。具体事宜由你来安排。承蒙山主信任，百灵定当尽心竭力。现如今，山境已平，各族皆派小妖下山通报，召流落众妖重返家园。若在下山路上遇到凡人，切莫伤害。我为山境之主，善妖，我定助其安居乐业；如果遇恶妖祸害凡间，我定严惩不贷。是。帝君，颜淡在天界时，最期盼的便是姐姐晋升仙界，所以我来是替她实现心愿。听闻帝君前几日又一次自发下界。颜淡是不是已经渡过忘川了？他可安好？往年他一心为你，而你却全然辜负，然后因假名册让他备受苦楚，现下关切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殷元君如此神色，难道他晚了一步，颜淡已经灰飞烟灭了？如今众人皆以为只惜仙子关心救人，升仙进阶，而其胞美顽劣不堪，毒害仙子，终是恶果。如今你得偿所愿，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。只惜仙子，祝你日后步步高升，前程似锦。知悉，谢帝君赐福。这满天星光，再也无人与我共赏。
在天上飞啊！救命啊！娘子，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好。救命啊！妖怪，说的是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会落到这里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他就在里面，快抓住他！不知裴世子光临，多有怠慢，平时都请不到您呐。今日犬子婚宴，不成想裴世子竟肯赏脸呐。原来世子是来给绛尘姑娘捧场，世子好眼光啊！绛尘姑娘的戏，乃南都一绝啊！啊！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娘子，昔日一别，我好生想念啊！江湖救急，帮我一把。离家10载，夜半发梦，皆为旧忆。犹记雾帘烟波晨光碧，相逢时正年少。非绪乱，薄酒寒，奈若何？多情应笑我，又谁知此夜登高楼？是他，上！今夕彻午，辗转归来，与卿重聚，射功名，挽路车，比鸾凰。纵有恶人阻拦，不与良人分离。得求比目何辞死？愿做鸳鸯不羡仙。安都王世子在此看戏，谁敢惊扰，都给我滚开！此戏着实不错。你方才唱的戏文优美感人，哪里听来的？我自己编的。
你倒是对写戏颇有才华，可想留在梨园，与我一同书写话本，演绎动人戏折？也不是不可以啦。我们先留在梨园作伴，互相照拂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白漂亮。白漂亮。快点儿！昨夜可是你当值。昨夜阁中失窃，先前明王进贡的法器极阴符不见了，你可知？说话。不知。昨日你整夜守在此处，怎会不知？难不成又是坚守自盗？你进了个仙阶，果然派头十足，连掌事的话都敢不答了。你身为妙法阁副掌事，看顾不好阁中法器，该当何罪？直系铸下大错，害死了妹妹，已无心管阁，何罪何错？掌事降罚便是。降罚？那我可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偏要留着你，让你永远记住，你有今日，都是他用命换来的。妙法阁接令，清离应渊帝君即将下凡，请妙法阁速速备好御身法器，以供其用。帝君为何突然要下凡？帝君忤逆帝尊，触犯天规，帝尊亲令，罚帝君自八苦池下凡历难。此事暂且搁置，所有工人先为帝君准备用物。是。没用的东西！哼！帝君，帝君，这些年您在衍虚天宫对我等多有照拂，如今您被罚下凡，我等绝不能坐视不管。这些宝物，您在凡间一定能够用得到，请您收下吧。帝君，凡界凶险未知，妙法阁精心挑选了几件法器，请帝君佩戴御身。我不收任何物件，请回吧。帝君，不知帝君可愿收下这个？陆明奉帝尊之命，来送帝君一程。此乃瑶池莲种
到时终在凡界，必定美不胜收。愿此美景能让帝君身处凡界，心有慰藉。好，我收下了。帝君，你如此不顾我们心血，却只对此物这般轻待，难道是另有寓意？帝君若不解释清楚，恐怕叫我等寒心。你作何感受，本君并不在乎。不叨扰帝君了。多谢帝君出手相救，不知颜淡可还安好？他已经去往凡间，因为强行抹去了他的记忆，只能做一只妖了。妖？我妖也好，寿数绵长，想必他应当能更加快活自在。只是没有想到，我如今也要去了。若是能与他重逢，待我返回天界之时，定会告知你他的近况。多谢帝君。凡人乃肉体凡胎，承受不住上神之力。天界之人下凡历难，皆会生出天蚕仙衣，包裹仙灵，以免肉身爆裂。所以，帝君一定要保护好仙衣，更要保护好颜淡。我明白。凡间历难，须经人生八苦。望帝君保重。与他在忘川所里相比，我真是轻如微末。恭送帝君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给我把苦那一味，都应战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成灰，山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居天规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一归。水千江醉，为轻狂，为恩义奉陪。辨人生贵美，无我亦无畏，着尘负慈悲。哪怕一字有去无回，葬我真心与红尘同美。可扬灰，放作有情人的悲。
做了山主就是不一样，看着山境景色都比平日要好。哎，停！哎，干嘛呀？干嘛？不就叫你做个山主，你至于吗？你要是死了，我一个人统领山境有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一同辞去，罢了。放开！不放！我不会自寻短见，安安稳稳做你的山主，行吗？我腕上印记是我所寻之人留下的。我刚才是用法术，让我的骨血与他的灵力合二为一，便能唤出鱼儿。鱼儿会随着他的气息顺水流去寻找他的踪迹。天下之大，你这得放多少血才能找到他呀？你这么个自虐的做法，我可不赞同。我们还是想其他办法吧。只要能找到他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这么深情，你要找的人，怕是个女妖吧？这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是吧？难道我这两天干活干累了？哦，天哪！大好年华，一个妙龄女子，冒名失忆就算了，我不能变成丑八怪啊！我。粉色印记的鱼，难道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哀嚎，给了我一个药引子？哼，都说以形补形，没想到吃了这个美鱼还真能恢复美貌。哼哼，不行，我得再逮几条。这老头干嘛拿木剑刺我？难道这鱼是他养的？这位蛋，还是跑吧。南都百姓众多，这小妖乱施妖力，恐怕会惊扰了凡人。不是吧？一条鱼而已，只有这么久，什么冤什么仇啊！这小妖，妖力不济，脑子倒挺灵光。芷溪仙子啊，今年各宫的法器更换，竟是由你负责。银灯仙子即将升任帝尊的掌事女官，事务繁多，因而阁中琐事暂由我代劳。如此说来，她若一走，
那你就要成为妙法阁的掌事了吧？妙法阁近100年来无新人进出，也是时候该交替一批了。是啊，到时候了。帝尊，诸位仙家，我乃妙法阁掌事银灯。仙家法器200年一更换，旧物焚烧、新物调备等事宜，往日皆是由我负责。如今银灯即将离开妙法阁，下任掌事仙资尚浅，银灯担心其办事不力，特在卸任前为众仙家提前准备好了新制法器。银灯仙子有心了。此物甚是精美，是何法器啊？回帝尊，这是我为应渊帝君提前备好的法器，他下凡历难，来日回宫便可直接佩戴。好，不枉你在偃虚天宫伺候一场。呈上来。这条腰带为何如此香气四溢啊？此乃我特调的破罗香，可以醒神聚灵，有益于仙体恢复。你这巧思啊！不对，这腰带怎么少了一枚玉钩？这也许是银灯疏漏了什么，请帝尊恕罪。帝尊，银灯掌事向来关心帝君，行事周密，他绝不会犯此等错误。这玉钩，怕是被人偷走了。此话怎讲？帝尊有所不知。此前妙法阁中便有法器丢失了，只是掌事担心会引起天界混乱，才没有上报。而如今又发生此等之事，想必是有贼人盯上了妙法阁，还请帝尊明察。帝尊日理万机，此等小事，阁内自行解决便可，不敢劳烦帝尊。银灯仙子为妙法阁劳形苦心，离阁之际，若是因为这奸贼错蒙粗制法器之冤，反倒显得天界不公。帝尊，若九重天上真有奸人，理当查清。
两位仙子，请在此等候。长师不是一直想抓到偷极阴符的贼人吗？如今有天兵帮忙查探，长师应当开心才是。为何如此忧虑？莫不是长师担心天兵会找到什么不该找到的？这腰带是你动的手脚。长师平日里私藏了那么多帝君的器物，我不过是上行下效，有样学样罢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倒是想问问长师想要做什么。破罗香由丁子、鱼蜜等原料制成，的确有修养仙身的功效。可若是每件都增加分量，再配上几味药材重新调制，便会制成魅惑人心的天界禁香——魅蛊香。纵使你查到又如何？我尚未加入那几味药材，你定不了我的罪。长师不加，我难道不能加吗？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迎上我下转眼角，山海无路万行舟，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根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。再开人。